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这条是 Nexans 工厂通过回收利用铜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，减少开采需求，保护环境。接下来这条，欧盟公司正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，特别是非食品零售行业，例如服装、电器、电子产品和玩具。这些行业80%至90%的采购支出来自中国。尽管中国可能是最优化的采购地，但欧洲公司出于风险考量，正在寻求多样化。接下来这条，拜登和特朗普均在硅谷筹集竞选资金，争夺科技巨头捐款。拜登的重要捐助者中有8位与硅谷有直接联系，包括领英联合创始人霍夫曼，后者已捐赠超过900万美元。下一条，尽管美联储实施了40年来最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，但世界并未因此崩溃，金融市场状况依然良好。原因之一是风险私有化，非银行机构承担了更多信贷风险。接下来 Spotify 股价飙升，因华尔街看好其提价后的前景。自年初以来，股价已上涨约 70%。 Spotify 即将上调定价，家庭计划从 16.99 美元涨至 19.99 美元。分析人士认为，其他音乐流媒体也可能涨价，消费者对此感到不满。接下来这条，大科技强劲增长势头已于2022年10月股票市场反弹时开始，是投资者的信念。不过2024年剩余时间业绩前景欠佳，如果股价持续上涨，可能需要市场的其他领域。接下来，英伟达 NVDA 宣布进行10:1的股票分割，这是继2022年以来第4家科技巨头进行股票分割。分析师普遍看涨英伟达股票，认为分割将提振散户投资者兴趣，带来买入机会。接下来这条，绝地战警4周末首映票房高达5600万美元，成为好莱坞暑期档急需的卖座影片，也是威尔·史密斯自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长乖克里斯·洛克以来取得的最大成功。下一条，对于没有雇主赞助 401k 计划的美国工人，个人理财教练 Dave Ramsey 建议他们投资于 Roth IRA， 这是一种免税退休账户。与传统的 IRA 相比， Roth IRA 在投资时预先缴税，退休时可免税提取。尽管与 401k 相比， Roth IRA 的缴款限额较低且没有雇主匹配，但其长期免税增长潜力被认为是有利的。让我们关注拜登出台新政限制移民，但学者研究表明，移民数量激增与经济因素密切相关。研究显示，美国劳动力需求旺盛时，移民数量也会随之上升，而劳动力市场疲软时，移民数量会下降。让我们关注欧洲议会选举中，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大败，极右翼政党得票上升，可能导致欧盟对移民采取更强硬立场并破坏气候变化计划。让我们关注加拿大政府计划提高资本利得税，预计将增加数十亿加元收入。该措施遭到商界人士反对，他们认为将损害加拿大吸引投资和改善生产力的能力。让我们关注微软发布 Xbox 游戏展示会，推出数字版 Xbox Series X 与 S 主机，并展示《使命召唤》等10几款游戏的预告片。微软刷新硬件以提高销量，对抗索尼 PlayStation 5。众多游戏将在 Xbox Game Pass 上发布，表明微软压住订阅服务。下面这条，人工智能正改变旅行行业，帮助旅行者规划完美旅程。Priceline 的聊天机器人 Penny 提供个性化建议，及时回答问题，甚至可以应用折扣。Penny 还协助处理航班延误和取消等问题，为旅行者提供支持。最后这条是，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上任以来，该行资深官员不断流失，引发人才流失的担忧。此前联储内部和华尔街专业人士认为，威廉姆斯缺乏其前任的市场经验，同时达拉斯和克利夫兰联储新任主席的金融背景更深，也加剧了纽约联储在市场上的主导权弱化的印象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